烧鸟其实已经成了我在日本的家常便饭，但是这次回国之后，我就很好奇，这不就个好鸡肉串吗？国内的店说不定比日本做的还好，我就去问了我在上海的日本朋友，才选了今天这家店。真的不愧是上海，改良之后的烧鸟原来可以这么好吃。这几天吃胖的真的很多，但是我们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他家在新天地，我对上海其实不是很熟，但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银座，好高级啊！店里的氛围真的很高级。直接开始吧，新鲜的生蚝吃起来就很像果冻，就那种生蚝淡淡的甜，它还有一点点苹果醋的味道，很开胃。吃不来生蚝的人吃这个也很开心。这个菜它真的是蚂蚁啊，据说是来自长白山的蚂蚁。长见识，第一次吃蚂蚁，口感其实比较像柴鱼或者蚂蚱，那个 Q 弹的鱿鱼配上冻醋，里面还有一点点海胆，就这一口蛋白质直接拉满。但其实你尝不到什么特别的味道，主要还是那个鱿鱼的味道特别香。鲍鱼的肝永远都是一种神奇的食材，茶苦中带着一点回甘，就像是用比较青涩的梅子做的梅子酱的感觉，还有挺香的。我觉得刺身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大腹，你空口吃都能吃到金枪鱼脂肪里的甜味，还有一种鱼肉的奶香，这个吃起来像橘子味的钵仔糕，刺身的口感橘子的果香。把刺身作为前菜，你真的会越吃越饿。又是第一次见到的吃法，可能是因为鹅肝刮成了粉状，所以鹅肝的味道会更浓。它这块油脂刚刚好的中腹，就像是裹了一层花生酱，吃在嘴里甚至绵绵的。这个菜如果它能给我上2坨就好了。这个像 taco 一样的菜，最下面是鳕鱼皮的薄脆，上面是生牛肉、甜虾、海胆、鱼子酱，加上一点紫苏叶的小花，吃起来就是肉感特别足。下面那个鳕鱼皮特别油香，就特别像东北煎饼里的薄脆，真厉害。然后接下来就是烧鸟了，我怎么感觉比日本还专业啊？非常的夸张。鸡腿肉的梅子酱刷的比较多，虽然盖住了一些炭香，吃得出来芳龄不超过18，就出来工作养家。鸽子腿的那个肉的韧劲，就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吃兔子肉的那种感觉，没啥汁水，那就是嚼起来特别香。它那个肉吃在嘴里面的时候，非常像鹅肉的味道。毫无疑问，我最喜欢的蔬菜的环节，它里面的水锁的真的很好。这个东西在日本卖的很贵，鸡心依然很有嚼头，但是吃起来有点像卤鸡胗的味道，但是它的里面还是软嫩的。这个烤虾的味道很厉害，它像是被鸡汤泡过，虾肉里面浸满了鸡皮的精华，嚼起来就是脆糯脆糯的口感，好神奇的味道。内腿肉是最难烤的，这个鸡皮很像北京烤鸭里面单独拿出来蘸白糖的那个部位，咀嚼的时候能清晰感受到鸡汤在往你的喉咙里面灌。它这一块的鸡肉吃起来特别像牛蛙的后腿肉，这串是鸡脚筋连的鸡皮一块烤，里面还有一坨小脆骨，然后是蹄灯，这个是他们家特制的蹄灯，跟别的蹄灯还不太一样。后面的那块肉用的不是卵巢，而是鸡心的边，所以这一串其实很奢侈，因为蹄灯的那个蛋液和鸡心的味道特别配，就是你的牙缝间都是蛋液的味道，你的舌头跟生喉都得到了同等的待遇。这个是一个烤年糕加海苔，咬开年糕中间还有芝士，奶香特别足，其实很像早市上面那种糖饼。最后的主食是和牛海胆饭，就是烤肉盖饭有些时候会很干，但是海胆就刚好弥补了这一点。用蛋液裹满饭粒之后，一定要一勺带着海胆跟和牛，在和牛的脂肪化开之前，先尝到的是海胆加蛋液的味道，然后和牛的油味再会慢慢上来。这个菜特别的扎实，因为它是用的很厚很厚的一粒和牛肉，这种黏糊糊的拌饭真的很好吃，像是米饭版的东北黏糊麻辣烫。海胆拌饭是真的很好吃。最后的甜品是哈密瓜，但是加了茅台，我没这样吃过，这个跟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吗？没有吃过粉菠萝，吃起来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好好吃啊，怪不得粉菠萝卖这么贵。总的来说，现在国内的烧鸟怎么这么厉害？感觉比起日本来说，真的很多创新。阿吉推荐指数8.5分，嘎样，好撑啊！炸酱面，这应该是我最有可能给外地游客推荐的成都美食。我们从外地专门赶过来吃，外地人我们是。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它特别的特别，它最早起源于17世纪末，200多年的历史，演变了很多次。但是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的版本，是我在外面生活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家店。有3个成都人都告诉我这家店蜗牛丝口炸酱面，我吃惨了。真的没有人可以复刻它，也没有任何广告，就是吃。他家其实非常的便宜，你把这个菜单全部点一遍，也不到200块，但是没有人会全点一遍啊。我要一个2两炸酱加脆臊加牛肉加煎蛋，然后再要一个红油饺子，然后要一个鱿鱼抄手，再要个醉豆花。我馋了。吃面之前先来一碗粉蒸肉，它这个是那种很老式的小蒸笼牛肉，装盘之后会淋红油和蒜泥，不用咀嚼就能感受到粉质的细嫩，切得很小，所以牛肉更入味儿。回到成都之后吃什么，我感觉都很辣。我觉得它这个臊子加到豆腐脑里面肯定也很好吃，别跟我争论什么甜豆腐脑啊。然后这个是用来味觉修正的，它叫醉豆花。我跟你说，他们家的醉豆花真的是很无敌啊，喝到嘴里就是冰冰凉凉的醪糟味，但是它那个酒酿的味道若有若无，它不会盖住豆花那个很细腻的味道，但它又很有存在感。它的醪糟的比例特别的好。然后就是炸酱面了，我一般还会配个红油水饺，讲究一个主食配主食，长胖又备食。我点的太多了，我没有想到你们家那么多。其实炸酱面的精髓就是把那个臊子和转，他家是成都特色的湿臊，但是我喜欢再加一份脆臊，口感会很奇妙。压了和炸酱面真的是成都人的一门手艺。它面用的这种成都很刮料的，而且很粗的棍棍面，入口先是那个辣油的冲味，然后就是料汁里面那个淡淡的甜味，感觉酱料和面条的融合度很高，真的太香了。真的，这家店出名是有它道理。这个面条嚼起来贼扎实，你一筷子可以挂很多料，吃起来就是油润但不油腻，油会让那个面条变得更滑，更好进入你的喉咙。我感觉我肚皮上的油现在在跟着流。一口面一口水饺，它看上
上去是不是很像中水饺？但它这个皮儿其实比中水饺更劲道，每一个都是前一天晚上娘娘现包的，肉馅压得特别实。你看着它红油很多哈，但实际上它是甜口的那种。吃了炸酱面可以吃这个放松，可能只是我吧。炸酱面里的煎蛋裹上一层红油，大户人家的体验。但是如果你觉得实在是太辣了，他家还有个鸡汤抄手，而且是鱿鱼炖鸡。我们家每年大年30的时候就吃这个汤，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在里面炖抄手，这个比龙抄手不知道好吃到哪儿去。一定要尝尝它的鸡汤，真的太浓了，一点点黑胡椒，再带上一点海鲜的味道，光是这个汤就很鲜。所以如果你怕辣，就炸酱面配抄手；不怕辣就配红油水饺。其实，在成都这种很有烟火气的社区小店还有很多，面也好吃，那个也好吃，都是街坊邻居口口相传的好店。很多人都说成都人对浪漫过敏，但是这些街边小店不就是浪漫本身吗？阿杰推荐指数9.5分，开玩笑。日本和牛的历史其实只有60年，但它却发展成了全球最贵的牛肉。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啊？岂有此理啊！所以我就去约了一家连续拿了5年百名店的和牛馆。这太扎实了，太爽了。毕竟我也想知道吃和牛吃到反胃需要花多少钱，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最粉嫩的那个部分，是嫩的，我靠，龟苓膏。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带上家伙出门。今天我们来的是蓝青山那家完全预约制的烤肉店，这店隐藏得够深，高情商，注重隐私。我老板没钱，好了，不说废话了，看一下它这个人均2万的价格究竟如何。饭前先来2片咀嚼片。第一个菜不出意外是茶碗蒸蛋开场，它这个蒸蛋特别的点是，它是用煎鱼的汤煮的，所以吃起来还会有一种鱼汤的鲜味，里面还加了一点黑胡椒，所以鸡蛋的奶香会更加明显。今天这个沙拉又到了我们的活到150的环节，它上面淋了一点黑松露的油，你们知道它闻起来像什么吗？就是用汽油拌的生菜。然后第3个前菜给我们上了一个粉条，它吃起来其实很像奶油蘑菇意面。怎么还有前菜？其实在日本所有的生肉吃起来都有一种饺子馅的感觉，他们家的生肉是用酱油调的味，里面混杂了些很有脚感的菜和海苔，你吃惯了就会觉得很好吃。第一块是和牛的上腰肉，就这一块的肉质它一般会非常的软嫩，因为它肉瘦纤维短，所以这一块的肉一般是后切，吃起来会比较滑嫩，但是没有横膈膜肉那么香甜。第2块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肉，你也可以叫它牛五花，这个部位它其实很难烤，因为它很肥，所以很容易烤干，但它吃起来就贼香。我感觉我牙齿都没用力了，甚至你把它吞了，那股牛肉的香味还会挂在你的舌根。完了之后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烧牛冬居然这么早就端上来了，它里面的那个肉真的切得巨厚，但你其实一口咬下去你的齿感会很轻松。它是那种脂肪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很嫩的里脊肉，配上他们家的特制烤肉酱，嚼开之后那股炭火和牛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所以它饭也是配了日本最好的米，一口烤肉一口饭的快乐，可以很轻松就把一盆都炫完。空盘吃了饭之后就给我们上那碗汤，它里面是一片用低温处理的和牛包着一个萝卜，怎么说呢，它非常像怀石料理里面的素汤，不过用的牛腿肉比较肥，所以脂肪里的奶香已经渗透到汤里。汤应该是用蔬菜和贝类一起熬的，味道很鲜，汤里面也是那个和牛那个骚骚的味道。然后接下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之一，我就问谁见了这么厚的牛舌不迷糊？除了刚才那碗牛肉饭，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超厚切牛舌来的。他们的烤法其实很讲究，一开始用小火慢慢烤，然后可以看到牛舌滋滋冒油，最后表面变成非常好看的焦褐色海浪状。烤完之后切好摆盘，这种粉粉的感觉真的就是2个字，脆弹。所以才说它吃起来有点像龟苓膏，它嚼起来的齿感很像没有炖煮过的蹄筋，搭配着一点烧烤味的山椒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味，刚好中和了牛油的腻，剁椒牛肉的感觉。吃完这个确实很腻，所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酸辣小番茄。接下来是一小份炸牛排，属实没想到上了一盘炸牛排。炸牛排一般都会用里脊肉，汁水比较少，嚼起来能吃到肉的扎实感，再配着旁边的酸酱，油香也不会腻人，所以它其实很像广东版的糖醋里脊。油香酸甜。接着是酱香牛腿肉，其实我想说这种薄切的非常适合做寿喜烧，服务员一直在讲他们那个酱香如何好，但我就想你给我端个生鸡蛋来，我想吃碳水。不过还好的是下一个菜就是和牛银鱼小饭团，因为米饭里面塞了那种炸过的小银鱼，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牛肉的脂肪加上海鲜的香味，得劲儿，这可能是最贵的饭团啊。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他们家自制的牛奶布丁，超浓的奶香，而且推荐指数8.5分。不是，我一直很好奇，成都的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开下去的？虽然它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餐厅指南，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项很重要的荣誉啊。除了成都人啊，我们虽然有自己的川麒麟，但是米其林也没有那么糟糕。但是米其林川菜是个什么鬼？这个头衔听上去非常的不妙，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直接来吃吧，激情开麦。不好吃就当看个乐呵咯。街上小姐妹一起，他包间都约满了。真的吗？我们看一下它有好好吃吗？久违的回了一次成都，排面还是得有的。去米其林餐厅吃饭，可不得开个好点的车。感觉这个车和我的气质还挺搭的。非常愉快的开到了店里。我们走的好像不是正门，那个师傅还在刷我抖音。把特色菜全部点了一遍。第一个菜是鸡汤豆花，上菜的顺序真的非常广东，先喝汤再吃菜。汤底虽然很轻，但是鸡肉味还是很浓。它里面这个豆花是用鸡肉打成泥，然后再做成了豆花，细腻中带着一点扎实。我真的觉得日本应该好好学一下这个菜。日本人不吃豆花非常奇怪。宫爆鸡丁吃多了，宫爆法是鹅肝。这个菜已经开始被骂了，但是还是尝一下好不好吃吧。这个菜其实很难说是改良还是改差。鹅肝的皮炸得很脆，里面其实还是很绵软，但还是有一种不是一家人非要硬凑的感觉。对不起，还是鸡丁好吃。这个菜我今天很
期待。来成都就是一定要吃青花椒，成都的青花椒那可是我们的自豪。一点不夸张，扑面而来的冲鼻的青花椒味，它打通了我的嗅觉。里面煮的是薄切的牛舌尖肉，嚼起来脆脆的，特别像干锅藏小卷根，你吃2片就会觉得舌头跟嘴皮都很发麻。我会以为米其林的菜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没想到师傅来真的。然后是一大盆川式佛跳墙，里面的料巨足，丸子、海参、鸡、鲍鱼、排骨、五花肉、猪蹄、鹌鹑蛋，真的很夸张。川式佛跳墙，它那个料汁的调味其实很像蒜苗回锅，就是吃得出来放了很多八角。它吃起来是满嘴的胶质感，那个汁粘在你的嘴唇上，张口闭口会有很粘稠的感觉。再来一口炖的稀烂的把子肉。它的皮真的超级的烂，然后是粉蒸肉，我感觉我从小到大，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席，只要上桌就会有这个菜，因为它是放在橘皮里，它那个肉都染上了一层果香。但是这个橘皮吧，它主要是在造型上起到一个作用。然后是川式青花椒和牛，和牛因为它油脂很多，对它真的很适合爆炒。这个菜调味真的很好，就是有锅气爆炒过后那种椒麻的感觉。这个是他家特别特色的菜，总的来说就是红烧肉。成都竟然有专门的红烧肉排名，这个调味是偏果甜的那种甜味。这个做法应该是先炸了一次，去掉多余的脂肪，然后再焖煮，直到它变得软烂。据他说的是东坡肉的改良版，肥而不腻。咬下去之后，嘴巴里会快速充满香甜油润的感觉，就它那个淡淡的果香和油香会很快传到你的身喉，就是很想让人刨饭。真的是樱桃肉，它那个脂肪里面会有樱桃的味道。来一碗老成都蛋炒饭吧，蛋炒饭配红烧肉，我早就想这样吃了。就算你吃腻了，到四川真的很推荐你来一份四川豌豆丁儿，贼拉香，很想念成都的豌豆面。然后放在最后这个压轴的菜，是我对他们家最大的期待，麻婆鲍鱼，一整只大鲍鱼。我总结一下，他们家最好吃的2道菜，一个是红烧肉，一个就是鲍鱼。豆腐用的是老式的卤水豆腐，我还挺喜欢那个卤水味儿。刚杀的鲍鱼吃起来其实很脆，鲍鱼和肉末做这个豆腐的哨子，再加上那个味儿特别冲的豆瓣儿，特别的下饭。他们家那个豆瓣儿真的很香，它那个豆瓣甚至有种泡椒的风味，川菜真的很好。太想吃碳水了。最后的甜品是杨枝甘露，和传统广式的还有点不一样，它有点像玉米糊糊，但是特别解腻。回到车里还是很凉快，这个车坐的是真的舒服，它的智能语音也很方便。导航去猛追湾，已经帮您完成路线规划，而且出门的回头率直接拉满。最后3个人吃了这么多，这家店其实很适合想在安静的氛围里体验没有辣的川菜的人。阿基推荐指数8分。和牛在除了日本以外的地方已经卖到了天价，但是如果你问我来了日本应该怎么选店哦，台湾那是啊，是的是的，就选今天这种店，就是那种商务大叔带着女生过来吃的店，一般都不会错。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它足足有4.18分，而且服务员为什么那么帅啊？在日本这样分段的烤肉一般都是4万到5万，何以解忧，唯有和牛，一顿不够2顿来凑。今天我们终于约上这家店了，又是这种座位全在2楼的隐秘店。上前菜之前还会有个展示环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仿佛应该在法餐厅出现的，吃起来像一个浓郁版的甜豆花，有点像融化了的芝士慕斯，反正就是奶乎乎的口感，就只有一口。第二个就是今年那个很火的折叠饭团的生牛肉，用鱼子酱把海苔粘在一起，里面的生牛肉是用烤肉酱腌的，酱香上头。这和牛手卷应该叫肉糜那种缠绵的口感也很上头，就是太少了，贼拉香。小哥说这个牛舌是用红酒炖了很久，本来我以为它是牛脸肉，结果它是牛舌哎。这个汤汁很像罗宋汤和咖喱混合的味道，加到里面都还有一点红酒味。然后第一个烤肉就是牛舌，这家店就是这个超厚切牛舌最出名了，就是你们懂那个，你的口腔那边能够感受到牛舌每一寸肌理的感觉吗？那种外面脆弹脆弹，里面生软生软的口感，再加上浓浓的肉香，瞬间在你的唇齿间炸开。它最里面的那个部分真的特别的像龟苓膏。他家的和牛也是在自家农场培育了很多年才杂交出来的，所以还是有点费钱包。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整个和牛身上最贵的一个部位，也是最精华的，肉眼可见的脂肪比肌肉纤维还多，这种比较肥的里脊真的很夸张，就是一边嚼一边喷油。他们家的烤法真的很神奇，它是一直不停的在焖烤，反复焖烤，很像韩国的做法，直到把牛油的香气焖到那个4月瓜里面，就是蔬菜的里面都是带肉的味道。下一块肉的口感其实很像牛脸肉，但它更有纤维感，就是一层叠一层，比较像潮汕牛肉里的勺饼，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然后在这种比较高级的店，一般吃2到3种肉，会给你上一个味觉修正的东西，像这种生姜清汤面，它就只有一口。他家的和牛三明治真的很野蛮，可能他深知自己比不过别人，就干脆放弃了。2片焦脆的吐司，夹着一整块里脊肉，里面那个蒜蓉酱有点像吃东北烧烤，给我颗蒜就好了，好吃晕了。这个是哈密瓜泡菜，这个真的很难评，就是隔行如隔山。为什么要用哈密瓜做泡菜？这真的只是一个造型的作用吧？就是酸甜苦辣，除了苦它都占了。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东西啊？它是存在的遗漏的是什么？下一块，他说这个是牛屁股上面的肉，所以吃起来会是有种指定能行的感觉吗？但它在烤的时候，我就能看到那个肉汁顺着它的纹理不停的往外流，真的像是在喝那个牛尾汤。这个是横膈膜肉配洋葱，有点像高级版的吉野家牛冬饭。它这个洋葱的汁水也很多，然后横膈膜肉的汁水也很多，嚼起来就像是在你嘴巴里面炖汤，而且很像布丁上面的焦糖，甜上加甜的感觉。主打的概念就是那种非
常多汁的那种感觉。最后的一块肉也是最顶级的体验，它这个会给我一种牛奶配坚果的感觉，那种黏糊糊的口感，像加了超多麻酱的东北砂锅土豆粉，黑松露的汽油味也会在每一次咀嚼的时候深入你的喉咙和鼻腔。每次吃到这种配松露配蛋黄，我都很开心。总有人跟我说和牛店吃不饱，我们来看看主食，一碗冷面，一碗饭，反正就是和牛不够主食来凑，对吧？我想夸的其实是他们家的咖喱饭，它用的是和牛的牛脸肉炖的咖喱，里面那个肉特别的烂，太适合做咖喱了，就整碗饭吃下去都很轻松。然后甜品也是2道，一个牛奶布丁和一个芒果，还挺舍得的，感觉每一次吃和牛店都能解锁一些新的吃法。阿基推荐指数8.5分，咋么样？寿喜烧又叫厨烧。它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美食之一，来了日本之后应该怎么选店？其实你可以像我一样，盲选这一家就对了。它也是目前日本寿喜烧界的天花板。我就很想知道，开了138年的店，为什么还能开？今天的东京下起了小雨，就像输了竞技赛的我，早上起来好好刷牙。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啊！金办这家店不仅特别老，而且日式服务做的巨好，这可能也是它贵的原因。すみません、6です。30度。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整个过程会有很多姐姐服侍你，所以第一次来也不用紧张。我们预定的是他们家最好的极上和牛，一盘肉32000元32000就这么多，以及一堆摆盘很好看的小菜。第一盘叫做小西物，主要是一些凉菜，这个炭烤血子很好吃，又上了一小盘刺身，老3样，鲷鱼、金枪鱼和章鱼，生鱼片也是传统日料里的一个必要环节。吃完这些，阿姨就会开始准备寿喜烧了。关东的寿喜烧做法很简单，就是在热锅里面倒入寿喜烧料，关西的话还会在盘子里面刷一层糖。现在空气里都弥漫着汤汁的甜味，它那个肉展开有这么长，你会看着这个肉慢慢冒泡鼓起来，然后从粉色慢慢变成棕色，等到肉只剩一点粉色的时候，就会放到蛋液里给你端过来。第一盘原汁原味，只有鸡蛋跟牛肉，我已经吞了无数次口水了。因为它那个肉的雪花，所以这个肉吸起来特别顺滑，再裹满鸡蛋液，你就好了，继续吃饭。第二片肉按照惯例会加一些蔬菜和最重要的魔芋丝，它就像蚂蚁上树里面的粉条。这一筷子挂满了料汁和油水，你甚至可以再卷一点葱或者牛肉。吞下去之前再送口饭进嘴，直接暴击。米饭跟肉一起嚼才香嘛。第三片肉就会在锅里下一些清新的蔬菜，像是茼蒿和萝卜。谁煮火锅不加茼蒿啊？阿姨又帮我们盛好了新的一碗。但这次我们先尝一下豆腐，这种豆腐一般是烤过的，也是特别能吸水。豆腐好嫩。豆腐背后因为切了2刀，所以特别入味儿。然后是茼蒿。在吃完所有的肉之后，还会有一个寿喜锅盖饭。感觉吃起来很快，也很满足。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味儿太撑了。回家之后也不要忘了刷牙哦。